玄武洞内，枯枝做的火堆还在燃烧着，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在洞内显得尤为响亮，每一声都炸在心上。火苗微微跳动着，在洞内石壁上映出巨大的影子，像是在风中摇曳，隐喻着某种摇摆不定。蓝忘机死死盯着火堆，仿佛在破解什么艰难的谜题。火光昏暗，看不清他的眼睛。手上枯枝挑动一下火堆，带出一串细微火星，火烧得更旺了些，快烧到心尖上去了。那人呼吸声已经平稳了。蓝忘机终于微微偏转了视线，放任自己大胆地将目光停留在那个人的身上。终是如愿以偿，贪得一时欢赏。魏婴，薄唇轻启，低沉的、隐忍的、克制的。尾音颤颤的，不像是在叫谁，更像是午夜梦回无意时的呢喃。蓝忘机的眼底映着不远处人的身形，自始至终唯一人入眼。蓝忘机袖袍里的手不自知握紧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仿佛叫这两个字就能从中汲取到某种力量。魏无羡大约是睡瞌着，哪里不太舒服了，无意识梦呓了几声，动了动身子，又大约是动作幅度太大，牵扯了伤口，眉头微微皱起。蓝忘机起身，在他旁边席地坐下，轻轻扶起魏无羡的头，将其枕在自己的腿上。魏无羡睡梦中也察觉了这份柔软，眉头渐渐舒展开来。蓝忘机近乎虔诚地看着魏无羡的睡颜，看他紧闭的眼，看他微微颤动的睫毛，看他因发烧而显得有些病态通红的两颊，看他苍白的唇，听他的呼吸声，听他的梦呓，附上他的仍是烫的额头，擦去他的冷汗。他恨魏无羡不懂得亲疏有别，恨他无论对谁都可以好到豁出命去。他信魏无羡不懂得亲疏有别，否则他蓝忘机自己从一开始就应当是被疏远的那类人了吧。蓝忘机长成于姑苏蓝氏，活成了所有人期待的那个端方雅正的模样。他从不知道人生竟还有另一种活法，而那个人是新奇的、未知的。那个人一举一动都成为蓝忘机平淡无奇的人生里最期待的意外。他记得魏无羡在学堂里被斥责为罔顾人伦的回答，他自己从未想过的那第四条道路。他记得魏无羡被罚跪后专心致志看蚂蚁的模样，他记得魏无羡一遍一遍地逗弄他、撩拨他，而后爽朗快活的笑声，他全都记得。蓝忘机觉得魏无羡是世间最大的漩涡，自己只是看了一眼就沉沦其中，再也移不开了。这里太安静了，安静到蓝忘机可以听见自己发狂的心跳，察觉到内心深处叫嚣的渴望。魏婴，热烈的、执着的、急切的。遇上魏无羡，蓝忘机的一切克制和自律土崩瓦解。想亲他，想咬他，想在他身上打自己的烙印。蓝忘机的目光落在魏无羡的手臂处，自己刚刚咬过的地方，咬得很重，虽不至于有伤口，却也还有明显的痕迹。他轻轻抚摸着这个痕迹，恨他不能如同温室的太阳纹烙印，能让那人一辈子带在身上。一辈子，蓝忘机总是能轻易把魏无羡和一辈子这个词联系在一起。比如此情此景，下一秒这个动他了，把他俩都买了，这一辈子就交代在这里，好像也不会特别不甘心了。也许会想一想兄长，想一想父亲、叔父，想一想族人，但就他自己而言，感觉已经没什么遗憾了。他深深地看着睡熟的人，终于是忍不住俯下身子，如蜻蜓点水般碰了一下那人的唇。有欲微凉。魏无羡突然开口：“来，蓝湛，我背你。”蓝忘机先是一怔，全身僵直，等确认那人不过是梦呓，松了口气，又仿佛偷吃了糖的小孩子般，低低地笑了起来。魏婴，欢欣的、满足的、纯粹的。魏无羡迷迷糊糊中，仿佛听得有人热切地叫他的名字。魏婴像把小钩子，勾得他心里痒痒的、酥酥的，他便有些高兴，滚来滚去，也都软软的。额头上有凉凉的触感，像是有手轻轻附上，是给他降温，也是护着他。全身发烫的他贪恋这一点微凉，便下意识往上蹭，又蹭又滚的，咚一声，好像是突然掉下去哪里了，又是面对冰冷坚硬，于是不满地嘟囔了一声：“睡觉也不老实。”极低极低的声音带着一点无奈，有呼出的热气拍在他耳边，有点麻麻的，触感过于敏锐，随骨髓传到四肢百骸。他下意识缩了缩身子，似乎有人用极轻的力度摸了摸他的头，
安抚一般，紧接着被人夹着臂弯抱回软软的，像是腿上的地方。他恍惚中思考了一下，觉得叫自己名字的人不多，这个声音也很熟悉。没来的声响，睡意又席卷而来。玄武洞内，火光依旧。蓝忘机静静看着枕在自己腿上的人，有光影打在他的侧脸上，显得他暖而温雅，一切美好的如同一幅画。